崇祯17年，岁在甲申，公历1644年2月8日，正月初一，天还没亮，紫禁城并没有迎来新岁更迭该有的祥瑞与喜气。清晨卯时，狂风骤起，不是寻常春寒料峭的微风，而是一场自西北荒漠狂卷而来的黄沙恶风。遮天蔽日的风沙在极短的时间内吞噬了整座北京城，天地昏黄，日色无光，寒意直刺骨髓。青天监的官员站在观象台上，顶着割面的狂风，记下了这天早晨的战后。正月初一，风沙埋天，战主兵戈，国运危矣。文华殿与太和殿前巨大的广场上，原本应当举行明帝国一年中最隆重的元旦朝贺大典。按照大明会典，这一天，两京13省的朝觐官员，在京的勋戚公侯、文武百官，乃至朝鲜、琉球等藩邦使臣，当排起绵延数百丈的仪仗，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但这一天的清晨，广场上一片死寂，风沙穿过宽阔的大殿回廊，发出凄厉尖锐的呼啸。大殿之下，文武百官稀稀拉拉，缺席者过半，许多官员甚至连告假的折子都懒得递，直接闭门不出。剩下的官员缩着脖子，拢着朝服的袖子，在狂风中瑟瑟发抖。没有人说话，没有喜庆的贺词，只有靴子踩在落满沙尘的汉白玉台阶上发出的细碎声响，以及掩饰不住的咳嗽声。34岁的大明皇帝朱由检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他身上的龙袍将洗得有些发硬，袖口内侧隐约可见细密的补丁。17年的皇帝生涯，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帝王的威仪与从容，只有刻骨的疲惫与深陷的眼眶。两鬓早已斑白，额头布满了刀刻般的深纹。他冷冷地俯视着台下这群沉默的臣子。大典草草收场，没有盛宴，没有赐谱，崇祯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便在司礼监太监的簇拥下快步退朝。百官作鸟兽散，走出午门时，许多人相视无言，眼中流露出的不是对新一年的期许，而是一种大限将至的冷漠与惶恐。这一天，距离大明帝国的彻底覆灭只剩下整整78天。退朝后的崇祯快步走入乾清宫西暖阁，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没有一封报捷，全是指向帝国咽喉的催命符。崇祯17年的大明帝国在各项物理数据上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死亡。堂堂95之尊也逃不出中国35岁失业的魔咒。我们先来看3个数据。第一项数据是户部的存银。在崇祯继位之初，明帝国的年财政收入尚能维持在数百万两白银的账面规模，但到了1644年正月初一，户部尚书倪元禄呈递上来的内库账册显示，整个大明国库的存银已不足10万两。10万两是什么概念？当时关宁防线、吴三桂部数万精锐的月饷缺口是5万两，宣府、大同、居庸关等9边重镇的陈欠军饷累计超过300万两。金营守军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领到1粒米1分银，10万两白银扔进明末庞大的军事黑洞里，甚至溅不起一丝水花。更致命的是，帝国的造血功能已经彻底坏死，西北的陕西、河南、山西全境沦陷或糜烂，赋税早已归零。西南的张献忠部正在四川大肆攻城略地，漕粮断绝。东南江南赋税重地，由于连年加派辽饷、练饷、缴饷，早已民怨沸腾，抗税风潮四起。再加上地方官僚阶层的疯狂节流，送入京师的现银逐月锐减。第二项数据是军队的崩解。自崇祯元年起，朱由检以极其苛劣多疑的手段整肃朝纲。17年间，他换了50位内阁首辅，杀掉了7个总督、11个巡抚，能打的将领几乎被他杀光、逼死或耗尽。崇祯3年凌迟袁崇焕，崇祯11年逼卢象升孤军战死于巨鹿。
崇祯15年，松井大战惨败，洪承畴降清，关外精锐尽失。崇祯16年10月，孙传庭在潼关战死，秦军全军覆没。传庭死而民亡矣的谶语，在正月初一的这个清晨，已经变成了冰冷的事实。此际的北方大地上，朝廷能够调动的机动野战兵力，只剩下了远在山海关外宁远的吴三桂部关宁铁骑。整整2000里的华北平原，在李自成的大军面前，防线脆得如同一张被风干的风化纸。第三项数据是皇帝本人的生理极限。朱由检不是一个昏君，相反，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17年来，他不近女色，不耽声色，日均睡眠不足3-4个时辰，批阅奏章常常通宵达旦。甚至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一，他依然在暖阁中一笔一画批复着各地的告急文书。但这种勤政在烂透了的制度与雪崩般的局势面前，早已沦为一种自我感动的徒劳。他的朱批越来越尖刻，措辞越来越暴躁，神经质的猜忌与绝望正将这个帝国最后的中枢系统推向彻底的瘫痪。就在北京城的狂风与黄沙中，1200里之外的古都西安正上演着完全相反的另一幕。同样是正月初一日，西安秦王府内红旗招展，甲光耀日。48岁的李自成身着毡帽蓝袍，在数十万大军与降官的簇拥下，正式宣布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这不再是一支流窜劫掠的流寇武装，而是一个完成了组织化、制度化，并且拥有庞大军队与根据地的崭新政权。李自成设6政府，分封文武百官，铸造永昌通宝，开科取士。更重要的是，李自成给他的东征大军定下了极其明确的政治纲领：不纳粮与迎闯王。在长达10数年的严寒、大旱、蝗灾与重税压迫下，明朝北方的底层百姓早已处于人向石的绝境。大顺军所过之处，开仓放粮。对于久经明朝官府残酷盘剥的北方民众而言，李自成的军队不是入侵者，而是救世主。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誓师，祭告天地。他的战略意图极为清晰，甚至没有丝毫掩饰。兵分2路，主力大军由他与刘聪敏亲自统领，自蒲州渡黄河，直插山西，取太原，破大同，入宣府，居高临下，直扑北京。偏师由刘方亮率领，出武关，沿太行山东路北上，扫清河北平原，截断北京南逃的一切通道。这是一张巨大的绞索。西安城内50万大军战马嘶鸣，粮草齐备，士气如虹。北京城内君臣相继，府库空虚，三军断响，人心思变。正月初3，崇祯在文华殿召见了内阁首辅陈演与兵部尚书张进彦。暖阁内地炉烧得并不旺，炭火泛着惨白的灰烬。崇祯将李自成在西安建号的消息摔在陈演面前，声音干哑：贼势已成如此，国不艰难，诸卿有何良策？首辅陈演跪在地上，把头埋得很低，嘴唇动了动，吐出的依旧是那套千篇一律的废话：臣等无能，唯有严斥边防，督促各路将领竭力绞杀，以报皇上。绞杀？崇祯冷笑一声：兵从何来？饷从何出？殿内再次陷入死一般的沉默。在这场君臣博弈中，崇祯想要的是臣子主动提出调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关秦王，甚至是南迁南京，这样他就可以顺水推舟，而不用背负弃祖宗基业和弃社稷逃跑的千古骂名。但文官们太了解这位皇帝了，17年里替皇帝背锅的杨嗣昌、陈新甲，哪一个有好下场？一旦答应弃帝，事后崇祯为了平息轻易，第一个杀的就是领衔签字的首辅。因此首辅陈演装聋作哑，次辅魏藻德低头数地砖。崇祯看着眼前这群噤若寒蝉的重臣，眼中最后一丝光芒熄灭了。
他挥了挥手，没有发怒，只是疲惫的下旨，向天下颁发罪己诏，同时下达求贤令与崔饷令，号召天下兵马勤王。然而这些盖着玉玺的明黄色圣旨，甚至连直立的大门都走不出去。北方驿道早已废弛，一族逃亡殆尽。递送公文的快马出了北京德胜门与张掖门，面对的不再是畅通无阻的驿站网络，而是被饥民、土匪与溃兵割裂的茫茫荒原。大明的神经中枢在正月初3这一天已经无法再向肢体传达任何一道有效的指令，时钟的指针已经校准，黄河以西的马蹄声已经响起。大明王朝最后的78天正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倒计时。公历1644年2月23日正月16，整个华北大地依然被笼罩在小冰河期的极致严寒中，夜间气温降至滴水成冰的极值，呼啸的西北风掠过黄土高原，将横亘在陕西与山西之间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黄河彻底冻结。黄河蒲州渡口，今山西永济。按照往常年景，即便初春有伏冰，奔腾的浊浪依然是一道无法轻易逾越的天堑。山西巡抚蔡茂德派出的哨探趴在河东岸的土坡上，他们看到的不是解冻的流水，而是厚达数尺、坚硬如铁的漫天坚冰。清晨卯时，地平线上腾起蔽日的尘烟。大顺军前锋大将刘宗敏亲率数万骑兵与部族抵达黄河西岸，没有战船，没有浮桥，甚至不需要任何渡江器械。数十万大军踏着冻结的黄河冰面，马蹄裹着后部，辎重车轮碾过冰层，发出沉闷的咔嚓声，如履平地，浩浩荡荡开进山西。防守渡口的明朝官军仅有数百残兵。当望见漫山遍野的蓝布箭衣与翻滚的闯字红旗时，他们甚至没有放出一支响箭，便扔下兵刃，作鸟兽散。正月16日夜，黄河天堑失守。从这一刻起，横在大顺军与大明京师之间的地理阻隔，被大自然以最残酷的方式彻底抹平。告急文书在风雪中800里加急，送往太原。山西巡抚蔡茂德接到急报时，手不住的颤抖。作为一名恪守理学的传统文官，他很清楚自己的家底。山西全省能够调动的正规军不足1万人，府库空虚，士兵已有数月未见粮饷。蔡茂德提笔向北京写下了绝望的求援奏折：贼已渡河，晋南震动，平阳、绛州、旦夕不保，臣唯有一死报国，望朝廷速发大兵入晋复援。但这封求救信送到紫禁城时，换来的不是援军，而是一场长达1个月的官僚扯皮与虚伪推诿。正月初8至正月22，紫禁城文华殿，崇祯、朱由检的案头上始终摆着一份密折，那是主事吴伟业等人早在年前就隐晦提出，却始终无人敢公开背书的方案：放弃关外宁远中佐所，调平西伯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全师入关，拱卫京师。这是大明帝国在军事层面上唯一合乎逻辑的求生之道。关外的吴三桂部拥有3万余名全天下最精锐的关宁重骑兵，辅以数万辽东练勇。这支部队常年与满洲八旗浴血搏杀，装备精良，火器齐备，是明朝手中最后一把真正开过刃的钢刀。如果早在正月16大顺军渡河之前果断下旨弃城撤军，关宁铁骑轻装入关，进驻太原或保定，完全有能力在野战中阻击大顺军的推进速度。但崇祯不敢下旨，在明代高度道德化的政治语境中，弃地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当年成祖迁都北京，立下的祖训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割地，不和亲。一旦皇帝主动下令放弃辽东200里族宗疆土，就等于承认大明对满清的彻底失败。崇祯无法承受自己在史书上留下弃地之主的污名，他希望文官替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正月18日，崇祯在暖阁秘密召见内阁首辅陈演。暖阁内炭火微明，崇祯盯着陈演，语气沉重而又带着试探：
如今贼势猖獗，山西吃紧，关外宁远孤悬海外，每年耗费数百万辽饷，关宁铁骑远在塞外，不能救关内之急。卿以为当如何处置？陈演是个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他太清楚崇祯的为人了。崇祯极度爱惜羽毛，且刻薄寡恩。前任首辅薛国官、兵部尚书陈新甲，全是因为替皇帝经办秘密事务，如筹款与后金议和，事谢后被崇祯推出去当替罪羊，斩首示众。陈演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地砖上，言辞极其圆滑。皇上英明神武，宁远乃关外要塞，祖宗基业所系，放弃与否关乎社稷大局，非臣等所敢擅专，全凭圣裁。崇祯强压怒火，追问：倘若朕欲调吴三桂入关呢？陈演继续装聋作哑：撤兵事大，关外数十万辽民何去可从？山海关内粮饷如何筹措？臣以为需兵部与户部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这四个字儿，给大明敲响了倒计时的警钟。崇祯既想要吴三桂的军队救命，又绝不肯在没有内阁领衔居民的情况下担负弃地责任。内阁首辅陈演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与名声，死活不肯拟旨。君臣二人就在这间暖阁里，在决定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展开了长达数周的虚伪拉锯。时间一天天流逝，每天都是大明生命的倒数。就在紫禁城君臣进行政治博弈的同时，山西战场正在以雪崩般的速度坍塌。大顺军渡过黄河后，采取了极其凌厉的行军策略，骑兵在前散发传单与檄文，主力步兵跟进，对沿途明朝官府实行降者免死、留任原职、抗者屠城的政策。正月25日，平阳府经临汾陷落，平阳知府张和平甚至没有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抵抗。大顺军先头骑兵尚未抵达城门下，城内的差役与守备军官便已换下了明朝号衣。当大顺军主将刘宗敏骑马进城时，平阳知府率领全城官吏跪伏在官道两侧，手中高举户口名册与官印，西行县城。随后是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失县名单。正月27日，绛州陷落；正月28日，蒲州、解州全境失守。2月初1日，汾州今汾阳不战而降。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行政体系的集体弃船。在明末极度严苛的考成法与无休止的加派盘剥下，北方基层的士绅与官僚阶层对朱明王朝的忠诚度早已降到了冰点。对于地方知县、知府而言，向朝廷尽忠意味着死于乱军，或在城破后被问责处死。而向李自成投降，不仅能保全性命与家产，甚至还能保留官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晋南的宗室藩王。明朝276年间，在山西分封了晋王、代王等庞大的宗室家族，占据了全省大半的肥沃土地与财富。崇祯曾多次下诏令藩王捐资助饷，各藩王皆哭穷不允。然而，当大顺军进占平阳与各州县时，那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明朝宗室毫无反抗能力，数百年积累的宗室府邸被轻易查抄，无数的金银财宝沦为大顺军东征的充沛军饷。公历1644年2月9日2月初2，距离李自成渡过黄河仅仅过去17天，大顺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推进至太原城南30里的晋祠。太原这座自古以来的北方军事重镇，三面环山，城池坚固，是大明在山西最后的战略支点。一旦太原陷落，大同、宣府两座长城巡关将被切断后路，京师的西大门将彻底向李自成敞开。此时的太原城内，山西巡抚蔡茂德、布政使赵建吉召集了城内所有的官兵与晋王府护卫。站在太原城头的蔡茂德望着城外绵延数十里的大顺军营火，心中一片冰凉。他刚刚收到了兵部从北京快马送来的最后批复，朝廷无兵可调，无饷可发，令山西巡抚蔡茂德固守待援，以待关宁之师。这是一道宣判死刑的公文。蔡茂德召集麾下将领，拔出佩剑，斩断案脚，
向北京方向叩首祈祷，吾受国恩深重，诚存与存，诚亡与亡。诸君若欲降者，可取吾首级以献。然而在饥肠辘辘、数月未发军饷的守城士卒眼中，巡抚大人的慷慨悲歌已经激不起任何波澜。太原城内的守军总数不足5000人，城外大顺军则是黑压压的10余万精兵。2月初2的深夜，风雪再次呼啸而至，太原城墙上的巡逻火把在暴风雪中忽明忽暗，大顺军的重型工程炮火已经推到了城下。在城内某些阴暗的角落里，一些将领和官吏已经开始悄悄缝制迎接新朝的大顺红旗。大明在北方的第一道战略屏障已经走到了彻底碎裂的边缘，而在紫禁城深处，崇祯皇帝依然在为吴三桂该不该撤退的责任归属与他的内阁首辅进行着无休止的冷战与拉扯。公历1644年2月12日2月初5清晨，太原城外的暴风雪尚未停歇，大顺军的重型红衣大炮便推到了新南门外，炮声震天，硝烟与飞雪混杂在一起，将整座太原古城笼罩在惨白与焦黑的阴影中。然而决定太原命运的不是炮火，而是人心。守卫新南门的中军副总兵应时胜在大顺军第一轮炮击后便下令放下吊桥，城门大开，大顺军骑兵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遭遇成规模的抵抗。太原巡抚衙门内，巡抚蔡茂德已换上一身崭新的大明正二品绯色官服，他整理冠带，朝北方的紫禁城方向行完3跪9叩大礼，身旁的随从哭劝其换便服逃往南山。蔡茂德惨笑摇头，国家养士300年，死节自是臣子本分，吾若偷生，天下何人负之？大明有忠臣。言罢，蔡茂德于巡抚公堂正梁上结绳自缢。布政使赵建吉、按察使毕公亨、太原知府孙康周等10余名文官，或自缢，或投井，或巷战，立即而亡。然而这几具忠臣的尸骨无法掩盖整个北方防御体系的雪崩。太原陷落当天，晋王朱求贵率全宗室投降。李自成入城后，开进王府库，得银上100万两。明朝在山西200余年积攒的火药、粮饷、战马与重炮尽数归于大顺政权。更致命的是地理态势的突变，太原一失，山西全境告破，李自成北上京师的道路上只剩下一道最后的巡关险隘——宁武关。公历1644年2月23日2月16，大顺军主力数十万人自太原北上，兵临宁武关下。宁武关北控大同，南扼太原，地势极为险要，两山夹峙，中通一峡。镇守此关的是山西总兵周玉吉。周玉吉行武出身，早年随孙承宗、卢象升征战辽东与中原，作战极其勇悍，治军严苛。在整个北方明军将领望风而降、争当识时务者的至暗时刻，这位行伍糙汉成了大明帝国最后一道清醒而坚硬的脊梁。李自成派降将携盖有大顺印信的招降书前往关下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周玉吉立于关楼之上，连信都未拆，当场下令乱箭射死来使，并将招降书撕碎抛于关下，厉声喝道：吾受天子厚恩，誓守边关，唯有一死报国，何谈降字。2月17日黎明，宁武关血战爆发，这是李自成自西安东征以来遭遇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绞肉血战。大顺军依仗绝对的人数优势，以精锐骑兵下马充当死士，搭云梯、架撞车，轮番向宁武关发起潮水般的强攻。宁武关城头火铳齐发，滚木雷石如暴雨倾泻。周玉吉亲临前线，身披重甲，手持佩刀，在城叠缺口处带头肉搏。明军居高临下，火炮轰鸣，大顺军死伤枕藉，尸体在关下堆积至城墙平齐。血战持续了整整4天4夜。到了2月19日，关内明军的火药全部打光，箭矢射尽，滚木雷石告罄。城中妇孺甚至拆毁自家房屋，
将砖石瓦砾抬上城头充作武器。周玉吉的亲兵卫队自5000人打到只剩数百人，宁武关的砖石被鲜血浸透，在极寒天气中冻成了一层暗红色的坚冰。大顺军伤亡极其惨重。根据《明记北略》记载，李自成在宁武关下折损大将数员，精锐死伤达万余人。面对这道啃不下来的铁骨，李自成一度动摇，甚至在中军大帐中召集诸将，产生了还原陕州不复东行的退兵念头。然而大明最后的一丝生机被关内自己人的背叛彻底掐灭。2月19日深夜，关内部分已断粮绝望的守城军官与太监秘密从水门将大顺军引入关内。2月19日拂晓，关门大破，大顺军如潮水般涌入狭窄的宁武街道。周玉吉率领最后残存的数十名亲兵退入城内巷战，战马被砍断马腿，周玉吉便步战挥刀，长刀砍缺了刃，便拔出短臂贴身肉搏。他一人连斩大顺军数十人，身中数十箭，最终因力竭身受重伤，被大顺军乱矛刺穿，倒地被俘。大顺军将领将其押至李自成面前，逼其下跪。周玉吉浑身浴血，怒目圆睁，立而不跪，破口大骂李自成为逆贼叛寇。李自成大怒，下令将其吊挂于城中高杆之上，乱箭攒射。周玉吉体如刺猬，至死骂声不绝，壮烈殉国。在周玉吉总兵府内，其妻刘氏得知关破伏亡，没有落下一滴眼泪。刘氏出身将门，同样弓马娴熟，他率领总兵府内数十名妇女家眷登上内宅高楼，手持弓矢，平楼射杀数十名冲入府邸的大顺兵卒。待箭矢射尽，刘氏下令将府内积存的柴薪堆满楼阁，随后亲手点燃大火，烈火冲天而起，照亮了宁武关焦黑的血液。周玉吉全家老小数十口，无一人投降，尽数葬身火海。宁武关血战以周玉吉满门殉国落下帷幕。这场战役打碎了大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也耗尽了大明在华北平原上最后一点可用的野战骨血。从宁武关到北京城，剩下的整整1000里山河，再无一人敢拔刀迎战。公历1647年3月4日、2月25，紫禁城、文华殿。直到宁武关陷落整整6天之后，周玉吉战死，宁武失守的绝密血报才通过残存的快马送入内阁。崇祯、朱由检手握这份染血的唐报，面色惨白如纸，手剧烈的颤抖。17年来，他听惯了边将的败报与谎言，直到此刻，当一个真正死战到底的中将名字摆在眼前时，换来的却是大明北方防线的彻底蒸发。宁武关一破，雁门关、偏头关不战而降，大同、宣府门户洞开，北京城已经直接暴露在大顺军的马蹄之下。残酷的现实终于击碎了崇祯最后的虚荣与侥幸。2月25日傍晚，崇祯在暖阁正式下达了那道早该在1个月前颁发的绝密圣旨：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加封太子太保；二、命令吴三桂彻底放弃关外宁远要塞，率领关宁铁骑全师入关，火速驰援京师；三、密调蓟镇总兵唐通、密云总兵唐岱、山东总兵刘泽清各率本部兵马入卫京师。然而历史留给大明的时间早已不够了，这是一场注定赶不上的生死竞速。大顺军的推进速度自宁武关向东全是一马平川与望风而降的要塞，大顺骑兵轻装急行，日行百里。吴三桂的撤军困境，放弃宁远不仅是3万关宁铁骑的转移，随军撤退的还有关外数十万不愿降清的辽东汉民，数万辆辎重车马以及庞大的粮草火器。从宁远到山海关200余里，从山海关到北京600余里。吴三桂这支庞大而臃肿的撤退队伍，在泥泞与寒冬的辽西走廊上，日行仅能维持在30至40里。
整整20天的决策延误变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时间鸿沟。当吴三桂的大军刚刚拔营离开宁远城时，李自成的大军前锋已经跨过了大同，直扑宣府。公历1644年3月5日2月26，宁武关破，吴三桂远水难救近火的绝境，将崇祯逼到了物理极限。要守卫周长60里的北京内外双城，至少需要8万至10万精壮兵力，以及每日数万两白银的粮饷、火药与犒赏开销。但此时的大明户部国库存银仅剩几千两碎银，已事实上宣布破产。2月26日，崇祯做出了他作为天子17年来最屈辱的举动，向满朝勋贵与文武重臣公开募捐求饷。他颁发御笔亲书的密谕，放下九五之尊的架子，向在京的皇亲国戚、公侯伯爵以及6部9卿哀求：今日之急，莫甚于饷。诸卿世受国恩，与国同休戚。社稷若存，诸卿富贵自若；社稷若轻，诸卿安能独保？望竭力疏江，共济时间。然而这场关乎帝国生死的募捐，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载入史册的荒诞丑剧。崇祯最先寄予厚望的是内阁首辅魏藻德，这位年仅30余岁便被崇祯破格提拔为辅臣的状元郎，深得圣眷。崇祯私下召见他，泪流满面地握着他的手说：卿为首辅，当为百官表率，若能捐银数万，天下必群起响应。最终，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在募捐册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个数字：500两。紧接着登场的是全天下最显赫的外戚，崇祯的亲岳父，周皇后的生父，嘉定伯周奎。周家世受皇恩，田产遍布直隶，私宅豪华胜过王府。崇祯派太监徐高登门，希望国丈能出银10万两带头。周奎当场捶胸顿足，指着自家的粗粮瓦罐向太监哭诉：老臣家徒四壁，平日连肉都吃不起，哪里拿得出10万两？周皇后在宫中得知此事，既愧且急，自掏私房提己钱5000两白银，秘密派太监送出宫交给父亲，再三叮嘱父亲将这5000两全数捐出，替陛下做个表率。然而周奎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操作，他将女儿送来的5000两白银扣下了整整2000两，只拿出剩下的3000两，加上自己东拼西凑的私房钱1000两，总共凑了4000两，呈交朝廷。满朝勋贵见首辅和国丈如此做派，随即心领神会，掀起了一场全城装穷大奖赛。太子太保、大学士陈演捐款4000两，并下令将家中所有值钱的字画古董连夜装箱埋入地窖。广宁伯刘良佐、保定侯梁世勋等世袭勋戚，纷纷在自家朱红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典当就医的破烂告示。朝廷设在各城门街巷的募捐点前，官员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破烂长袍，抹着眼泪，数十两、几十两的往木箱里扔碎银，形同打发叫花子。这场轰轰烈烈的君臣共赴国难，自2月26折腾到3月初5，最终清点入库的全部募捐银两，仅仅凑齐了20万两出头。这笔可怜的银子扔进庞大的城防修缮与士兵欠饷中，连维持全城守军10天的口粮都不够。崇祯坐在乾清宫的御案前，看着募捐册上那些寒酸的数字，气得浑身发抖，却只能咬碎牙齿往肚里咽。就在紫禁城上演募捐闹剧的同时，另一场看不见的屠杀早已将北京城的防卫机能从内部彻底抽空。这就是席卷华北长达数年，并在1644年春达到极致的华北大疫。后世研究有鼠疫之说，自崇祯16年1643年秋起，鼠疫便随着运粮队和难民涌入北京。根据《明记北略》与《崇祯实录》记载，崇祯16年夏秋之际，北京城每日运出的棺木达数千具。至崇祯17年春，
北京城疫病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史料记载并不一致，后世研究亦有不同估计。节相之中，死者枕藉，人鬼错杂，门户无人，甚至全家俱闭，无人收敛，官府亦不能进。更为致命的是，鼠疫的无差别扩散，彻底摧毁了北京城的军事防御组织，经营与5城兵马司。原本账面上拥有10余万编制的经营，经连年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实际兵力本就不足3、4万。而在大顺军兵临城下前的这几个月里，兵营密集的生活环境成了鼠疫的绝佳温床，大批经营士卒相继染病倒闭。到了3月初，北京内外城长达数十里的城墙上出现了荒谬而绝望的一幕，守城的士卒羸弱干瘪，面带菜色，绝大多数人身上带着淋巴肿块与高热，许多守城士兵连拉开墙弓、搬运数十斤重滚木雷石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抱着生锈的鸟铳靠在城叠上苟延残喘。城防缺口巨大，朝廷不得不强征市井商贾、太监，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的乞丐难民登城值守。曾经拱卫大明中枢200余年的北方第一军政要塞，在李自成的大军到来之前，物理上已经沦为了一座由病夫、死尸与乞丐勉强支撑的空壳。公历1644年3月9日3月初一，就在京城被木想的虚伪与鼠疫的阴霾笼罩之时，千里长城防线上的2座核心支柱以令人窒息的速度相继自我毁灭。第一座是山西重镇大同，大同总兵江襄麾下拥有数万边防正规军，城池深沟高垒，是宣大防线的最前沿。宁武关破的消息传来后，江襄原本尚在观望。3月初一，李自成大顺军前锋抵达大同城下，李自成并未发动强攻，只是射入一封招降荐书。当晚，大同巡抚魏景元试图召集将领死守，却发现府衙外已被总兵江襄的亲兵重重包围。3月初六，江襄下令打开大同所有城门，率领全城文武官兵出城5里，跪迎李自成入城。巡抚魏景元见大势已去，自缢殉国。大同府库内积存的10万担粮草、数百门弗朗机火炮未发一弹，悉数自敌。第二座是京师的西北咽喉宣府，今河北宣化。宣府距离北京仅有300余里，是大明宣大总督的驻地，长城9边之首。镇守宣府的是明廷寄予厚望的宣府总兵王承应，以及崇祯亲自派驻的监军太监杜勋。3月初9，大顺军推进至宣府城外。作为崇祯多年信任的心腹家奴，监军太监杜勋在城头上只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大顺红旗，便做出了决定。他命人放下吊桥，亲自骑马出城投降。总兵王承应紧随其后，两人不仅开棺迎敌，更在城内大设演习，备好牛羊美酒，焚香结彩，吹吹打打，将李自成迎入宣府总督衙门。李自成在宣府一带获得大量降军补充，军事进一步壮大，具体兵力数字史料记载不一。此时的华北地图上，横在李自成与北京城之间的屏障，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关隘——居庸关。公历1644年3月18日3月初10，紫禁城暖阁内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大同、宣府市县的告急唐报在同一天被送到了崇祯面前。朱由检看着地图，两眼充血。从宣府到北京，骑兵急行仅需3到4天。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明王朝其实还剩下一条退路——南迁。早在正月，左中允李明瑞便秘密向崇祯提议：贼势滔天，京师危急，陛下当效仿东周宋高宗故事，移驾南京，以江南半壁江山的财富与数万水陆之师徐图北伐。南京拥有一套完整的6部官僚机构，江南赋税充盈，且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只要崇祯能安全抵达南京，大明王朝完全有能力重组防线，复制南宋的偏安甚至反攻格局。
但这个方案在崇祯17年3月初10这一天被彻底锁死。崇祯再次在朝堂上试探群臣，贼逼京畿，事已急矣，朱清以为当如何应对？他希望群臣上表请他南迁，但他等来的是吏科给事中光石亨的当头棒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自古未有弃宗庙陵寝而逃者，主张南迁者即是秦桧，当斩首以谢天下。满堂文臣齐声附和，在道德高调的裹挟下，没有任何一个文官愿意承担赞成逃跑的千古骂名。而崇祯那畸形且脆弱的自尊心，更让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想要弃城南逃。君臣之间荒谬的道德自负，彻底斩断了最后的生路。3月初10傍晚，崇祯下达了他最后的调度手令，命蓟镇总兵唐通率部8000人火速赶赴居庸关，与监军太监杜之治共同死守天险，命兵部急催远在辽西泥泞中缓慢前行的吴三桂，星夜兼程，不得延误。然而居庸关的城墙上，守军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杀气。辽西走廊的官道上，关宁铁骑的马蹄依然被数十万辽民的哭喊死死拖住。距离北京城彻底被围只剩最后5天。公历1644年3月19日、3月11，居庸关自古号称天下第一雄关，两山对峙，一水穿流。关城修筑在长达40里的险峻峡谷中，只要关内守军备足滚木雷石与强弓劲弩，纵有100万雄师，亦难在短时间内越雷池一步。这里是大明京师西北方向最后一道物理屏障。镇守居庸关的是崇祯刚刚加封的蓟镇总兵唐通以及监军太监杜之治。唐通麾下的8000名蓟镇兵马是当时京畿周边唯一成建制、装备尚算齐整的机动野战部队。崇祯在文华殿亲自召见唐通时，甚至解下佩剑刺之，痛哭流涕嘱托其保全社稷咽喉。然而战局的发展再次超出了崇祯的认知底线。3月12日清晨，大顺军先头部队抵达居庸关西峡口，李自成没有下令强攻，而是派出了在宣府投降的监军太监杜勋。杜勋手持大顺招降榜文，单骑入关，面见监军太监杜之治与总兵唐通。没有拔刀相向，没有慷慨陈词，关楼内举行的是一场极其平静的闭门会谈。杜勋拿出了大顺政权开出的优厚条件：唐通官升定西侯，照旧统领本部兵马；杜之治保留监军内臣职位，赏银1000两。唐通与杜之治对视一眼，他们很清楚，身后60里外的北京城是一座无饷无兵、鼠疫横行的死城，而眼前的峡谷外是如潮水般漫山遍野的大顺50万雄师。3月12日正午，居庸关关门大开，天下第一雄关一箭未发，一卒未伤，全军易至。大顺军如泄洪之水，毫无阻碍地穿过40里峡谷，直扑一马平川的昌平平原。公历1644年3月21日、3月13，破居庸关后，大顺军前锋势如破竹，当日黄昏便逼近昌平。昌平是北京西北的重镇，更致命的是大明历代帝王的归宿13陵就在昌平天寿山脚下。面对黑压压包围上来的大顺铁骑，昌平总兵李守宏自知无力回天，在城头拔剑自刎殉国。太常寺负责看守陵寝的数十名官僚与太监并未组织任何反抗，他们换上粗布衣服，手捧香案，在天寿山神道两侧跪迎大顺军先锋将领刘宗敏。13陵尽数备战。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祖陵备战意味着皇权天命的彻底终结，是王朝在精神层面上遭受的最致命打击。消息传回紫禁城，乾清宫内一片死寂。崇祯瘫坐在龙椅上，面无人色。他下意识地望向西北方，那是永乐大帝的长陵所在。太祖朱元璋在江南开创大明基业，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立下天子守国门的誓言。
200余年后，子孙周有检不仅丢了国门，甚至连祖宗的棺椁与神位都已落入了敌手。崇祯在暖阁内仰天长叹，捶胸顿足，泪如雨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祖宗基业皆坏于尔等之手。3月14日，紫禁城文华殿最后一次常规早朝，外面的风沙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粘稠、阴冷、令人窒息的沉闷。大顺军的马蹄声已经隐隐约约从西北方向传来。崇祯双眼布满血丝，在殿前召集内阁首辅魏藻德、兵部尚书张敬彦以及6部九卿。这一次，崇祯不再拐弯抹角，他把最后的生物摊在了桌面上。贼已过居庸，今日之事，卿等何以交阵？南迁，死守，议和，诸卿肃言。满殿文武鸦雀无声。首辅魏藻德低垂着头，双手插在朝服的大袖中，仿佛入定老僧一般，连呼吸都压得极低。崇祯走下御阶，几步跨到魏藻德面前，死死盯着这位昔日的状元首辅，声音颤抖而尖利：魏藻德，你是首辅，你说话！魏藻德依旧低头不语。崇祯猛地抓起案上的御阵纸，狠狠摔在大殿的金砖上，玉石碎裂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崇祯指着满朝诸子重臣，厉声痛骂：仰视300年，国难当头，竟无一人能为朕出一策，要尔等何用？骂完，崇祯颓然坐倒在地，掩面痛哭。满朝文武齐刷刷跪倒在地，嘴里机械地重复着那句毫无意义的套话：臣等罪该万死，请皇上息怒。文官集团此时的心里已经彻底冰冷而现实，守是绝对守不住的。京城没有粮食，没有军队，走，谁提南迁，谁就是背负弃城罪名的替罪羊。崇祯随时可能反悔杀人，将只要低头熬过这几天，李自成进京后，大家依然是治国安民的文官士大夫。这场朝会最终在君臣的互相绝望与沉默中草草结束。崇祯知道他已经彻底被他的官僚系统物理抛弃了。公历1644年3月23日3月15，距离大明帝国的彻底终结只剩下最后4天。3月15日午后，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地平线上升起了漫天的烟尘。大顺军主力部队已兵分3路，完成了对北京城外围的合围。主力由李自成、刘宗敏亲率，自昌平直插德胜门、西直门、张义门，偏师自南向北，封锁广渠门、左安门外围。其兵哨探四出，彻底切断了北京通往天津卫、通州与山海关的一切陆路通道。站在北京内城德胜门城楼上的守城军民，已经可以用肉眼清晰地看到地平线上移动的黑压压军阵，那是数十万身着蓝布剑衣的大顺军。红旗招展，遮天蔽日，战马嘶鸣声与号角声随风灌入城中，城内一片大乱，商铺彻底闭市，百姓仓皇闭门，街道上到处是狂奔呼喊的溃兵与寻找亲人的哭嚎声。粮价在1小时内暴涨数倍，随后迅速陷入有银无粮的彻底瘫痪。崇祯登上紫禁城万岁山、眉山，极目远眺，西北的天空被战火熏染成一片焦黑，那是西直门外被焚毁的官乡民房。远处隐隐传来大顺军的铁炮轰鸣声，每一声闷响都在震颤着脚下这片276年的皇家基业。崇祯扶着白石栏杆，风吹乱了他杂白的头发。他最后看了一眼东方，他寄予最后希望的吴三桂、关宁铁骑，此时此刻刚刚艰难地挪动到了山海关附近，距离北京城依然有整整500里的绝望距离。绞索已经死死套在了咽喉之上，最后的3天，天崩地裂的终局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公历1644年3月24日3月16，天刚破晓，整座北京城被低垂沉重的乌云压得透不过气。城外数十万大顺军已完成对9门的铁桶合围，营垒连绵数十里，旌旗蔽空，号角声如闷雷般
从四面八方滚滚袭来。守卫北京内外城的防线，名义上由经营三大栋梁统领，但实际兵权早已落入崇祯派出的司礼监提督太监手中。城墙上的景象荒诞而凄惨，守城的羸弱士卒三五成群缩在城叠下，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朝廷承诺的每人发银3两守城犒赏，层层克扣下来，到士卒手中不过数百文铜钱，甚至不够在城中买2篮糙米粥。有些城段的火炮甚至连发射药都没有配齐。太监督战队手持马鞭在城墙上巡视，稍有不从便鞭笞手足，城头守军怨声载道，士气已降至冰点。午后，西直门城楼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名身着明朝大红蟒袍的太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城下，高呼求见内阁大学士。此人正是几天前在宣府主动降贼的监军太监杜勋。城上守军放下竹筐，将杜勋坠上城墙，随后秘密护送至紫禁城文华殿。在这场极度屈辱的密会中，杜勋带来了李自成亲笔写就的最后和谈条件。李自成在信中开出了3项要求：一、割让西北一带陕西、山西、河南等部分疆土，封李自成为王，听调不听宣。2、朝廷犒劳大顺军白银100万两。3、大顺军不朝觐天子，退保西北，并愿出兵替大明征讨关外的满清八旗。这几乎是大明王朝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崇祯答应割地犒军，李自成退兵，大明至少能争取数月甚至半年的喘息时间，等待吴三桂关宁铁骑回防与南方秦王之师的北上。崇祯拿着这份条件，脸色红白交替，双手剧烈发抖。他转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首辅魏藻德，声音沙哑地问道：此意何如？卿以为可许否？魏藻德把头深埋在胸前，两手拢在袖中，一言不发。崇祯焦躁地逼近一步，再次发问：魏藻德，事已至此，你身为首辅，究竟战还是和？你说句话。魏藻德依然躬身如雕塑，甚至闭上了双眼，保持着令人发指的死寂。魏藻德心里很清楚，答应割地封王就是违背祖训的汉奸逆臣，拒绝和谈导致城破，崇祯事后也会将亡国的罪责扣在内阁头上。不说话，不表态，不做任何决策，是他保全自身名利的唯一策略。崇祯看着这位自己一手提拔的状元首辅，眼中的怒火最终化为彻骨的寒冰。他猛地一脚踹翻了面前的御案，指着魏藻德的鼻子厉声骂道：罢，朕不用你。崇祯拂袖退入内宫，和谈彻底破裂。大明最后一条生路，在首辅的沉默与皇帝的虚荣中被硬生生掐断。公历1644年3月25日3月17，和谈无果，李自成彻底失去了耐心。清晨辰时，大顺军数百门重型弗朗机与红夷大炮同时对北京外城各门发起饱和炮击。齐化门、朝阳门、西直门、张义门、广安门，外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炮弹如雨点般砸在城砖与箭楼之上，砖石崩裂，地动山摇，城防彻底陷入混乱。经营士兵未战先溃，纷纷扔下武器，脱去军服，逃入市井民宅。守城的太监们平日作威作福，在真正的炮火与死亡面前，瞬间现了原形。下午申时，外城的第一道缺口出现了。关于张义门开门者，史料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指向曹化淳，另一说指向其他内官。在大顺军骑兵逼近城下时，下应守军停止开火，命人转动绞盘，缓缓放下了护城河吊桥。张义门城门大开，大顺军先头旌旗如潮水般涌入北京外城，外城失陷，防守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的内城守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傍晚时分，天降倾盆暴雨，雷电交加，雨水混杂着鲜血与焦黑的硝烟，
在狭窄的北京街道上流淌。大顺军在内城外围安营扎寨，高呼开门者免死，城内士绅商户闭门熄灯，到处是妇孺的啼哭声与战马踩踏泥水的轰鸣声。紫禁城已经完全被隔绝在内城核心，沦为一座孤岛。公历1644年3月26日，3月18，这是大明帝国作为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个白天。天色昏暗如夜，暴雨整整下了一夜一天。大顺军开始使用撞车强攻内城宣武门、正阳门，城门后的门栓在巨木撞击下发出刺耳的断裂声。傍晚有时，紫禁城景阳钟楼的大钟响了起来，当当，沉闷而急促的钟声穿透暴雨，回荡在空旷的大内宫殿群，回荡在承天门外6步9卿的衙署公堂，回荡在王公勋气幽深的朱门大宅。景阳钟鸣，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钟声一响，在京文武百官无论品阶，必须在一炷香之内披挂整齐，入宫保卫天子，违者以叛国论处。崇祯手提宝剑，换上一身金甲，站在文华殿前的狂风暴雨中，雨水顺着他的头盔滑落，打湿了他的衣襟。司礼监提督太监王承恩撑着伞站在皇帝身后，两人死死盯着午门的方向。一炷香过去了，一个时辰过去了，直到天色彻底黑透，午门外除了暴雨砸在青石板上的水声，没有出现一个内阁大学士，没有出现一个尚书侍郎，没有出现一个勋贵武将。276年的大明王朝仰视300年，在他最需要臣子出现的生死之夜，偌大的紫禁城广场上只剩下了皇帝和一个太监。崇祯惨笑一声，长剑落地。他转过身，对王承恩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绝望哀鸣：内外诸臣，务朕乃知如此。3月18日戌时，内城正阳门、平泽门、阜成门相继被内应太监打开，大顺军主力进占内城。含沙渗与火光已经蔓延至紫禁城北面的地安门与神武门外。崇祯回到后宫乾清宫，摆下最后一杯烈酒。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作为大明的正统皇帝，他绝不容许皇室女眷落入乱军之手遭受凌辱。他首先走向周皇后。周皇后身着大明皇后的凤冠吉服，泪流满面，向崇祯叩首道：妾是陛下18年，陛下未尝听妾一言，至有今日之祸。今日妾先走一步，死亦瞑目。崇祯涕泣道：皇后理当殉国，莫辱了皇家颜面。周皇后入内室，解下白绫，悬梁自缢。紧接着，崇祯传旨命袁贵妃自缢。袁贵妃自缢绳断，坠地苏醒。崇祯拔剑上前，连刺数剑，将其刺倒于血泊之中。随后，崇祯提着滴血的长剑，大步走向寿宁宫。这里住着他最疼爱的女儿，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朱美绰。长平公主见父皇提剑而来，浑身是血，吓得跪地抱住崇祯的膝盖，放声大哭。崇祯看着女儿绝美的面容，浑身剧烈颤抖，眼中泪如泉涌。他闭上双眼，仰天痛呼：汝何故生我家？话音未落，崇祯挥剑斩下。长平公主下意识抬起左臂抵挡，长剑呼啸而过，左臂齐肩斩断。公主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崇祯不忍再看，又提剑至昭仁殿，斩杀了年仅6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做完这一切，崇祯召来了他的3个儿子：太子朱慈朗、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绛。崇祯亲手为3个孩子脱下金丝蟒袍，换上早已准备好的破旧民间粗布麻衣，泪如雨下的抚摸着太子的头顶，做出了最后的交代：尔等今日是太子诸王，明日便是庶人。出宫之后，隐姓埋名，逢老者呼之以翁，逢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苟全性命，切记不可忘父母，不可忘祖宗，不可忘大明。
崇祯命亲信太监数人冒死护送3位皇子前出紫禁城，分别藏匿在国丈周奎、陈国公、朱纯臣等勋戚家中。至此，后宫血流成河，哭喊声渐归死寂。紫禁城的宫灯一盏接一盏的熄灭了，外面的火光已经照亮了乾清宫的大殿屋脊。崇祯提着长剑，换上一身蓝布粗衣，在风雨中走向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景山。公历1644年3月27日、3月19日丑时3刻，黑夜像化不开的浓墨，将整座紫禁城浸泡在彻骨的冰冷之中。城外的喊杀声已经逼近东华门与地安门，闯军进城的火把连成了一条条赤红色的火龙，将北京城的夜空烧得通红。崇祯朱由检脱下了象征九五之尊的明黄龙袍，他换上一身暗蓝色的粗布便服，头戴一顶压得很低的毡帽，右手提着一柄3眼短铳，左手紧握天子宝剑。在他身后，没有御林军，没有锦衣卫，只有提督太监王承恩，以及数十名平日里只负责扫除洒水，此刻却手持木棍短刀的内廷小太监。这是大明皇帝最后一次行使他的统帅权。崇祯翻身上马，低声喝道：“出宫，突围！”数十骑自紫禁城东华门疾驰而出，直扑朝阳门、齐化门。崇祯试图从东面杀出京城，南下通州，走漕运水路退往天津或江南。然而当他们赶到朝阳门下时，城门早已被巨木和沙袋死死堵死。城楼上的守城军官听到马蹄声，误以为是大顺军少骑，不由分说，数排乱箭当头射下。太监们拼死护住崇祯，伏案大喊：“城下是万岁爷，速速开门！”城头上的守军早已军心崩溃，在黑暗中冷笑回应：“谁知是真是假？奉命封门，敢进前者立斩！”崇祯勒转马头，咬牙转向正阳门与安定门。然而沿途每一座城门皆是大门紧锁，或已被降卒把守。守门将领有的躲在门楼后装聋作哑，有的甚至直接放火铳驱赶。整个北京城已经没有一扇门愿意为他的统治者打开。在狂奔了半个多时辰后，身边的内侍太监在黑暗与混乱中四散逃亡，只剩下了王承恩一人一马，死死跟在崇祯身后。崇祯勒住战马，驻足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中央，四面是冲天的火光，耳边是大顺军开门迎闯王的狂呼。这位34岁的皇帝在马背上摇晃了一下，惨笑出声。他知道大地的每一寸逃生之路都已经被他的臣子们彻底封死了。他调转马头，缓缓走回了那座已经变成巨大坟墓的紫禁城。3月19日，银墨卯初，天边泛起了一抹惨白而微弱的晨光。北京城下了一整夜的狂风暴雨渐渐平息，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与泥土混合的冰冷气味。崇祯翻身下马，脚步踉跄地走入玄武门、神武门，一步步登上了紫禁城后方的万岁山、景山、梅山。王承恩紧紧跟随其后，手中捧着皇帝褪下的外袍。走至半山腰的寿皇亭旁，崇祯停下了脚步。这里是大内最高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向南可以俯瞰整座紫禁城的琉璃金顶，向北可以远眺整座北京城的坊巷街市。此时此刻，紫禁城内空无一人，殿宇森然，而城外的正阳门与宣武门方向，大顺军的铁骑正如同黑色的潮水，源源不断地开进内城。那些平日里山呼万岁的臣民们，正在街头焚香设案，跪地欢呼。崇祯站在寿皇亭旁的一棵老槐树下，神情在极度的绝望之后，反而归于一种诡异的平静。他解下头上的冠冕，任由斑白的乱发披散下来，遮住了整张苍白凹陷的脸庞。他脱下右脚的警靴，赤足踏在冰冷坚硬的泥土上。崇祯咬破右手食指，在自己所穿的蓝色内袍前襟上
写下了大明王朝最后的一道诏书，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血书绝笔。朕自登基17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博得匪功，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误伤百姓一人。写完最后一笔，崇祯将佩剑置于地上，王崇恩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将准备好的一条白绫抛过老槐树伸出的横枝，打好死结。崇祯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襟，走上前去，将头颅深入了白绫之中。大明帝国第16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殉国，终年34岁，在位17年零3个月。在他对面的另一棵海棠树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王承恩向着崇祯的遗体恭敬地磕了3个响头，随后解下腰带自缢殉主。万籁俱寂，只有初春冰冷的晨风吹动着老槐树上那具蓝衣帝王的躯体，以及他前襟上尚未干透的斑斑血迹。从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到1644年朱由检自缢眉山，统治了这片土地276年，历经16位帝王的大明王朝，在这一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3月19日辰时，太阳终于冲破了晨雾，将冰冷的光芒洒向承天门、天安门、金水桥。承天门轰然大开，李自成头戴毡帽，身穿天蓝色间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将领的簇拥下，缓缓穿过金水桥，策马驶入大明皇宫。当李自成的马蹄踏上午门前的汉白玉广场时，眼前出现了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景象。昨日还在为国库空虚痛哭流涕的那个大学士们，昨日还在声称誓死守节的6部尚书、侍郎与御史们，此刻早已脱去了大明的飞袍官服，换上了崭新的各色常服。数百名大明朝廷的核心官僚齐刷刷跪倒在午门两侧的泥水之中，他们手中高举着连夜撰写好的降表与劝进文书，争先恐后地向前西行，将自己的履历名册呈递给大顺军的执事官，生怕落后一步被新朝冷落。人群之中，首辅魏藻德跪在最前排，当李自成骑马路过他身旁时，魏藻德叩头如捣蒜，满脸堆笑地说道：罪臣魏藻德恭迎闯王，仁义之师，天命所归，愿效犬马之劳。魏藻德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罪责推向了刚刚死去的君主。崇祯本非明主，刚愎自用，不听臣等忠言，自取灭亡，臣等实在无能为力啊。李自成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厌恶，他甚至没有多看魏藻德一眼，冷笑一声，策马径直穿过午门，朝金銮殿走去。午门外的春风依旧料峭，跪在地上的滚滚诸公们并没有意识到，仅仅几天之后，大顺军的铁枷与夹棍就将把他们藏在深宅地窖里的7000万两白银1两不少的全部榨取出来。而在几百米外的景山老槐树上，那个偏执刻薄勤勉却走投无路的青年天子，正披发覆面悬挂在半空之中，冷眼俯瞰着这片荒诞的人间。公历1644年3月27日、3月19日，那些跪在午门泥水里，以为换个主子就能继续安享富贵的大明滚滚诸公们，很快迎来了他们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刻。李自成进京后，面对的是同样一贫如洗的国库与数十万嗷嗷待哺的大顺军士卒。为了筹措军饷，大顺政权迅速设立了追赃馆，由大将刘宗敏全权主持，按官职大小明码标价，强制勒索。中堂首辅10万两，6部尚书5万至3万两，侍郎、御史数万至数千两不等，勋戚公侯无上限。刘宗敏命人赶制了数千副极其残酷的夹棍与铁锁，这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在崇祯面前哭诉家无余资的文臣勋贵们被成批押入刑场。
首辅魏藻德被套上了特制的夹棍，夹棍收紧，骨碎连声，魏藻德在剧痛中惨嚎：“罪臣真没有银子了。”刘宗敏冷笑加刑。魏藻德在受刑数日后脑裂绝命，他的儿子随后也被斩首。临死前，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在崇祯面前叩头如捣蒜，坚决不捐分文的那个下午。国丈周奎被押入追赃馆，在严刑拷打与全家性命的威胁下，这位曾克扣女儿2000两提己钱的嘉定伯，不得不交代出了自家的所有藏银地点。大顺军掘地3尺，自州府地下挖出了整整53万两现银，以及数不尽的奇珍异宝。在短短3周的考掠追赃中，大顺军从北京城的官僚、勋贵与豪商深宅中，总共搜刮出了7000万两白银。7000万两白银，它被铸成巨大的银冬瓜与银锭，装满了数千辆大车，排成了数十里长队运往西安。这是明代历史上最刺眼、最荒诞的一组数字对比。崇祯17年正月，国库空虚到拿不出10万两。崇祯向满朝重臣哀求募捐，仅仅凑出了可怜的20万两。关宁铁骑、吴三桂部嗷嗷待哺的欠饷是几十万两。而当帝国的绞索最终勒紧时，这座城市的统治阶层在夹棍之下，轻而易举地吐出了7000万两。大明不是亡于外患，不是亡于天灾，甚至不是亡于贫穷，它是亡于整个官僚统治阶层彻底的寄生化与精致利己。他们宁可把整座帝国推进火海，也绝不愿从自己的金山银山中抽出一块砖来修补这面倾塌的城墙。回望崇祯17年1644，这短短的80天，大明帝国的崩塌呈现出一种极其罕见的物理性雪崩特征。正月初一，狂风黄沙，天象示警，北京与西安2个政权同时定格。正月16，黄河封冻，天险归零，刘宗敏踏兵渡河。2月初5，太原陷落，晋南防线全面征发。2月19，宁武血战，周玉吉满门自焚，明军最后的一根硬骨被折断。2月25，崇祯犹豫整整1个月的弃地调兵诏书终于下达，但时间差已被永远锁死。3月初6至初9，大同将、宣府将，长城重镇望风而溃。3月12，居庸关一箭未发，开关迎敌。3月15，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围城合拢。3月18，暴雨如注，景阳钟鸣，满朝文武无一人勤亡。3月19，眉山自缢，276年的帝国大幕彻底合拢。从黄河失守到眉山落幕，仅仅用了63天；从居庸关破到北京陷落，仅仅用了7天。一个拥有近1000万平方公里疆域、上亿人口、数百万名义军队的庞大帝国，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溃烂时，其崩解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人的预判。制度的坏死，财政的崩塌，人心的背离，天灾的重压与君臣的猜忌，在1644年的春天交织成了一道没有任何解药的死结。大明王朝一共走过了276年，它始于应天府城头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铁血誓言，中经永乐大帝、五征蒙古、万国来朝的极盛磅礴，历经土木堡的血战重组、张居正改革的短暂中兴，最终止于景山寿皇亭旁那一具披发覆面的冰冷遗体。后人评述崇祯，叹其勤勉，痛其偏狭，恨其多疑，怜其绝望。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挽狂澜者，他用猜忌斩断了长城，用苛烈冷透了人心。但在文明塌陷的最深渊，这位34岁的年轻帝王没有选择像宋徽宗那样受辱北狩，没有选择像刘禅那样开门纳降，也没有选择弃天下苍生于不顾而苟全性命。他把头颅伸进了白绫，将最后的尊严悬挂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与风骨碑之间。崇祯17年的那一场春雪，最终掩埋了紫禁城的焦土与残阳。
而眉山上的那一根白绫与前襟上的斑斑血字，则给276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凄厉、沉重且永难磨灭的血色句号。